家人们，最近这几天，您那边降温了吗？是不是感觉一出门，那冷风跟小刀子似的直往脖颈子里灌，刮得人脸生疼？您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？一到这种断崖式降温、寒潮来袭的时候，医院里心脑血管科的门诊量那真的是蹭蹭往上涨，走廊里加床都加满了。为啥会这样？咱们用大白话来说，热胀冷缩，这是自然规律。天冷了，咱们体表的血管为了保暖会本能的收缩，血管一收缩，这管腔就变窄了，血压自然就跟着往上窜。再加上冬天咱们吃的相对油腻，运动量又少，血液里的脂质垃圾多，血液就变得黏糊糊的，流得特别慢。很多老朋友最近跟我倒苦水，说哎呀，最近总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，像裹了层湿毛巾，早上起来手脚发麻，半天缓不过劲儿来，有时候走快2步或者上个楼梯就觉得胸口像压了块石头，喘不上气。家人们，您听听，这些信号可千万别当成是没睡好或者老毛病就不当回事儿啊！您的血管可能正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。血管里要是堵了、窄了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轻则头晕目眩，重则那就是脑梗、心梗，那是会要命的。那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主角，他没有华丽的外表，就静静地躺在咱们菜市场最不起眼的角落里，几块钱就能买上一大兜子，甚至有时候买土豆白菜，人家还搭着送您2个。但是您可千万别小看它，在营养学界，它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，叫做天然心血管清道夫。在欧美国家，医生们甚至直接给它起了个更霸气的名字，叫蔬菜里的阿司匹林。没错，它就是咱们再熟悉不过的洋葱。但是问题来了，洋葱大家都吃过，炒肉、凉拌、做配菜，可您真的吃对了吗？生吃、炒着吃、炖着吃，到底哪种吃法才能真正把它的护血管本领发挥到极致？紫皮、白皮、黄皮，到底买哪种才对？切洋葱辣眼睛怎么办？吃洋葱有没有什么禁忌？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不仅要给您把洋葱的底细扒得干干净净，还要把专家压箱底的3套黄金搭配食谱一次性全教给您。您准备好小本本，或者赶紧把视频收藏起来。听完这期视频，我保证您家冬天的餐桌从此就不一样了。咱们花最少的钱把血管养得透透的。好，咱们先不急着下锅，咱们先来好好认识认识这位主角。说到洋葱啊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2件事。第一，切的时候辣眼睛，泪流满面；第二，吃完之后嘴里一股味儿，半天散不去，跟同事说话都不好意思张嘴。就因为这俩缺点，很多人把它从自家的菜篮子里开除了。但您知道吗？在几千年前，洋葱可是个宝贝。在古埃及，洋葱是被供奉在神庙里的圣物，法老去世的时候，甚至要把洋葱放在木乃伊的眼眶里，认为它能保护死者的灵魂。古希腊的运动员在比赛前要吃大量的洋葱，喝洋葱汁，就为了提升体力。到了2战时期，苏联的医生甚至用洋葱来预防坏疽，给伤员处理伤口。为什么古人这么推崇它？咱们先来看看老中医是怎么看洋葱的。中医认为，洋葱性温，味辛，甘，归肺，胃经。它最大的本事就是8个字：温中通阳，理气和胃。您想啊，现在是什么季节？冬季。冬季的主气是寒，寒气最容易伤人体的阳气，尤其是心阳和肾阳。血管一受寒就收缩痉挛，气血就凝滞了。中医叫寒凝血瘀。洋葱它自带一股辛温之气，这股辛温之气就像是一把小火炬吃进肚子里，能把您体内的寒气湿气给驱散开，让阳气通达4肢百骸，气血一通，血管自然就舒展了。那些因为受寒引起的胸闷、手脚冰凉，吃它就能得到很好的缓解，而且它还能理气和胃。冬天吃多了大鱼大肉不消化，吃点洋葱能帮您把胃里的胀气给顺下去。说完了中医，咱们再来看看现代营养学是怎么把它捧上天的。科学家拿着显微镜一看，好家伙，洋葱里面竟然藏着3大护血管法宝，每一个都直击心脑血管的痛点。第一个法宝叫做前列腺素 A。 家人们，这个名字您可能听着耳生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您就把它理解成咱们血管里的天然扩张器和降压药。它进入血液后，能直接作用于血管平滑肌，让紧绷的血管放松下来，血管一扩张，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。同时
它还能降低血液的粘稠度，促进身体把多余的钠盐排泄出去。钠盐少了，血管里的水分就少了，血压也就稳了。最牛的是什么？洋葱是目前已知唯一含有前列腺素 A 的植物，就冲这一点，它就值得您天天端上桌。第二个法宝叫做番皮素，这可是个抗氧化高手，在植物界名气大得很。它的作用就像给咱们老化的血管内壁刷上了一层防锈漆，咱们血管用了几十年，内壁早就坑坑洼洼了。血液里的脂质垃圾特别喜欢挂在这些坑洼的地方，干皮素就能清理这些自由基，防止血管内壁氧化、老化、变脆。同时，它还能增强血管的弹性，让血管像新橡皮筋一样有韧性，不容易破。第三个法宝叫做含硫化合物。洋葱切开以后，那股刺鼻的、让人流眼泪的辛辣味儿，就是它散发出来的。您可别嫌弃这个味儿，这恰恰是洋葱的灵魂和精华所在。这些含硫化合物，比如大蒜素、硫化丙烯，是天然的血液稀释剂，它们能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，还能抑制血小板凝集。说白了，就是防止血液里出现小血块，给血管做了一次深度的大扫除，从根源上预防血栓的形成。除了这三大法宝，洋葱还富含膳食纤维、叶酸、维生素 C 以及钾、钙、镁等多种矿物质，它还含有微量元素硒，这可是个抗癌、增强免疫力的好东西。说到这儿，肯定有家人要问了，编导，我去菜市场，洋葱有紫皮的、白皮的，还有黄皮的，我到底该买哪种？来，我给您教个底。不同颜色的洋葱，它的技能点是不一样的，您得对症下菜。紫皮洋葱颜色深紫，口感最脆，辛辣味最重。因为它的颜色深，所以它富含花青素。花青素是顶级的抗氧化剂，所以紫皮洋葱在抗衰老、护血管、防血栓这方面的实力是最强的。如果您是想重点调理三高，清理血管，首选紫皮洋葱。白皮洋葱颜色白，水分多，口感脆甜，辛辣味最淡。它的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含量相对较高，因为它不怎么辣，所以最适合生吃、凉拌或者肠胃比较娇嫩、受不了刺激的朋友吃。黄皮洋葱颜色微黄，肉质比较厚，口感绵软，甜度最高，辛辣味适中。它最适合炖菜、炒菜、做汤，比如咱们常吃的洋葱炒牛肉、洋葱猪排，用黄皮洋葱炖出来软烂入味，特别香。您看，就这么一个几块钱的土疙瘩，浑身上下都是宝，而且分工明确。难怪民间有句老话叫天天吃洋葱，80不显老。这话虽然有点夸张，但道理就藏在这些实实在在的营养成分里。最后再教大家一个切洋葱不流泪的小妙招。买回来的洋葱先放在冰箱冷藏室里冻上15分钟，或者切的时候把洋葱放在水里切，再或者把刀在冷水里沾一下再切。因为引起流泪的硫化物挥发遇到冷水就会溶解，这样您切洋葱的时候就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了。好，洋葱的好处咱们说清楚了，挑选也弄明白了。接下来我给大家上硬菜。第一道食谱主打清理血管垃圾，帮助疏通血栓。很多老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，去医院体检，报告单上写着血脂偏高，血液粘稠度增高，大夫叮嘱要注意饮食，可回到家看着一桌子菜，到底该吃啥？怎么吃才能把血管里的垃圾清出去？专家提醒，血管里的垃圾说白了就是多余的胆固醇、甘油三酯，还有那些老化的代谢废物。这些东西日积月累贴在血管壁上，就像咱们家里用了10几年的自来水管，内壁长满了水垢，越积越厚，管子越来越细，水流越来越慢。一旦遇到情绪激动或者天气寒冷，这块水垢掉下来堵住血管，那就是大问题。那怎么清呢？今天这道汤我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做黑金清浊养脉汤。为什么叫黑金？因为这里面有2样黑色的宝贝，搭配在一起，清血管的效果堪称一绝。食材准备紫皮洋葱半个，记住，清血管首选紫皮，干黑木耳1小把，约15克，西红柿1个熟透的，生姜3片，适量清水，少许盐。做法特别简单，但每一步都有讲究。您听好了，第一步，黑木耳提前用冷水泡发，洗干净，撕成小朵。注意啊，一定要用冷水泡，千万别图快用热水。热水泡出来的木耳口感发黏，营养也流失了一大半。冷水泡发的木耳
口感脆爽，而且它里面的植物胶质能最大程度保留。第二步，紫皮洋葱切成细丝，西红柿顶部画个十字，用开水烫一下，剥掉外皮，切成小块。第三步，锅里放一点点橄榄油或者您平时的炒菜油，下姜片爆香，然后倒入西红柿块，中小火慢慢翻炒。家人们，这一步很关键，一定要炒出红油，炒出沙来。西红柿经过油炒，细胞壁破裂，里面的番茄红素才能充分释放出来。番茄红素是脂溶性的，遇到油脂，人体吸收率能翻好几倍。第四步，加入泡好的黑木耳，翻炒均匀，让木耳裹上西红柿的红油。第五步，倒入足量清水，大火烧开，转小火慢炖15分钟，让木耳的胶质和西红柿的酸甜味充分融合到汤里。第六步，重点来了，最后3分钟再放入洋葱丝。为什么洋葱要最后放？因为洋葱里那些珍贵的含硫化合物和前列腺素 A， 怕长时间高温炖煮，煮久了就挥发没了。最后放，稍微焯一下，断生就行，既保留了营养，又保留了脆爽的口感。出锅前撒一点点盐调味，不用放鸡精，不用放味精，西红柿本身的鲜味就足够提鲜了。这道汤到底好在哪儿？咱们来拆解一下。洋葱，咱们前面说了，是天然血管清道夫，负责扩张血管，稀释血液。黑木耳被营养学家称为血管清道夫的黄金搭档，它富含丰富的植物胶质，这种胶质有很强的吸附力，就像海绵一样，能把残留在肠道和血管里的垃圾毒素裹起来，随着粪便排出体外。再加上西红柿里的番茄红素，抗氧化，保护血管内皮细胞不受损伤。这3样搭配在一起，洋葱通血管，木耳清垃圾，西红柿护内皮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护血管铁三角。这道汤口感酸甜开胃，木耳脆爽，洋葱清甜，在干燥的冬天喝上一碗，浑身暖和。建议您每周喝上2、3次，给您的血管做个大扫除，血管清清爽爽，人也就精神了。第二道食谱，咱们来说说控血压。一到冬天，很多老朋友最怕的就是血压坐过山车，早上刚醒，还没起床就觉得脑袋胀痛，去上个厕所一用力，血压飙上去，眼前发黑，稍微跟老伴拌2句嘴，情绪一激动，血压直接爆表。到了晚上睡觉，又觉得心慌气短，睡不着。这种忽高忽低的血压对血管的冲击和伤害比持续的高血压还要大。血管就像一根橡皮筋，你一会儿把它拉得紧紧的，一会儿又松开，反复折腾，它很快就失去弹性，甚至直接崩断。怎么吃才能帮血压稳住阵脚呢？这道菜叫做醋香双葱爆鸡丁。食材准备：洋葱1个中等大小，黄皮白皮均可，大葱1段只要葱白部分，鸡胸肉1块约200克，老陈醋2勺，必须是老陈醋，生抽1勺，淀粉少许，姜蒜适量。做法来了，您记好了，这里面有控血压的灵魂。第一步，鸡胸肉切成小丁，加一点点生抽，淀粉抓拌均匀，腌10分钟。这一步能让鸡丁锁住水分，炒出来更嫩滑不柴。如果您觉得鸡胸肉柴，换成去皮的鸡腿肉也可以。第二步，洋葱切成粗丝，大葱斜切成段。注意，大葱只要葱白，因为葱白的药用价值和有效成分最高。姜切丝，蒜切片。第三步，调一个灵魂料汁，碗里放2勺老陈醋，1勺生抽，半勺糖提鲜用，不会升糖，一点点淀粉，加2勺清水，搅匀备用。重点来了，为什么一定要加老陈醋？老中医讲，醋味酸，入肝经，有收敛固涩、活血化瘀的功效，肝主疏泄，调畅气机，醋能帮咱们把肝气理顺。现代营养学也发现，醋中的醋酸能促进血管扩张，帮助降低血压，而且醋还能减少身体对钠的吸收，钠少了，血压自然就稳了。所以在这道菜里，醋不是调味品，它是主力军。一定要选酿造的老陈醋，度数高，味道醇厚，效果最好。第四步，锅里放油，油温5、6成热，下鸡丁滑炒至变色，盛出备用。第五步，锅里留底油，下姜丝、蒜片爆香，然后倒入洋葱丝和大葱段，大火快速翻炒。注意，一定要大火，翻炒个30秒就行，让洋葱保持脆度，不要炒软了。第六步，倒入炒好的鸡丁，淋入调好的料汁，大火收汁，
快速翻匀，让每一块鸡肉和洋葱都裹上醋香。出锅这道菜妙在哪儿？洋葱里的前列腺素 A 和脯氨提素负责扩张血管、抗氧化。大葱可不是普通的调味品，中医认为，葱白性，温胃辛，能发汗解表、散寒通阳。现代研究发现，大葱富含葱蒜辣素，能刺激血管扩张，促进血液循环。而且，大葱里的维生素 C 含量比苹果还高。洋葱加葱白，双葱合璧，通阳散寒、扩张血管的力量直接翻倍。再加上老陈醋的助攻，这道菜就是冬天里一道实实在在的降压护心菜。口感上酸香开胃，鸡肉嫩滑，洋葱脆甜，大葱喷香，配上一碗杂粮饭，吃得舒服，血压也稳当。第3道食谱，咱们说说让无数人头疼的血糖。很多糖友跟我倒苦水，这也不敢吃，那也不敢吃，天天吃水煮菜，嘴里淡出个鸟来，活得一点滋味都没有。其实啊，控糖绝对不是让您饿肚子，也不是让您天天吃糠咽菜，而是要会吃、会搭配，吃对顺序。今天这道菜是一位有着10年糖龄的资深病友分享的经验。他说，自从学会了这道汤，他吃了半年，血糖控制得稳稳当当，而且再也不用对着白水煮青菜发愁了。这道菜叫做咖喱洋葱牛肉罗宋汤。食材准备：洋葱1个，西红柿2个，土豆1个，挑小个头的，牛腱子肉200克或者牛腩，但牛腱子脂肪更低，胡萝卜半根，咖喱粉1小勺，注意是纯咖喱粉，不是那种加了大量油脂和淀粉的咖喱块。姜蒜适量。做法来了，仔细听，这里面有控糖的窍门。第一步，牛腱子肉切小块，冷水下锅加姜片，料酒，焯水去血沫，捞出温水洗净。第二步，西红柿去皮切块，洋葱切丝，土豆和胡萝卜切滚刀块。第三步，锅里放少许油，下姜蒜爆香，倒入洋葱丝，中小火慢慢煸炒。这一步要有耐心，把洋葱炒到微微发黄变软，出甜味儿。洋葱经过慢炒，里面的硫化物会转化，辛辣味消失，甜味释放出来，而且更容易被人体吸收，对胃的刺激也小了。第四步，加入西红柿块，炒出红油。第五步，放入焯好的牛肉块，翻炒均匀。第六步，重点来了，加入1小勺纯咖喱粉，炒出香味儿。为什么加咖喱粉？这里面有大学问。咖喱粉的主要成分是姜黄素，现代研究发现，姜黄素能改善胰岛素抵抗，帮助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。说白了，很多2型糖友的问题不是胰岛素不够，而是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。胰岛素偷懒不干活，姜黄素就是那个监工，让身体里本来偷懒的胰岛素重新打起精神来干活，把血糖稳稳地降下去。而且姜黄素还有很强的抗炎作用，对保护血管并发症也有好处。第7步，加入足量热水，大火烧开，转小火慢炖1个小时，把牛肉炖烂。第8步，最后20分钟，放入土豆块和胡萝卜块。为什么土豆最后放？因为土豆炖得越久越烂，它的升糖指数就越高，吃下去血糖飙得越快。稍微炖一下，保持一点骨感，让土豆里的淀粉保持抗性淀粉的状态。这种淀粉在肠道里消化吸收慢，血糖波动就小，这就是控糖的窍门。出锅前加一点点盐调味，不用放糖。洋葱和西红柿本身的鲜甜就足够了。这道汤为什么是糖友的福音？第一，洋葱本身就有辅助降血糖的作用，洋葱里的含硫化合物和甘皮素能刺激胰岛素的合成和释放。第二，牛肉是优质蛋白，升糖指数极低，还能提供持久的饱腹感，让你不容易饿。第三，土豆最后放，保持抗性淀粉，控糖不挨饿，还能当主食吃。第四，咖喱粉里的姜黄素改善胰岛素抵抗，从根上帮身体调代谢。第五，西红柿和胡萝卜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，营养全面。这里再啰嗦一句糖友吃饭的顺序：喝这锅汤的时候，先喝1碗汤，然后吃里面的牛肉和蔬菜，最后再吃土豆和喝剩下的汤。把主食土豆放在最后吃，用蔬菜和蛋白质垫底，能最大程度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，餐后血糖绝对漂亮。这一锅汤有肉有菜有主食，热乎乎喝上1碗，暖胃暖心，血糖还不闹脾气。好了，家人们，今天这3道洋葱食谱您都记住了吗？
黑金清浊养脉汤，清理血管垃圾，让血液更清澈；醋香双葱爆鸡丁，平稳血压护心脑，让血管更有弹性；咖喱洋葱牛肉罗宋汤，辅助控糖调代谢，让糖友吃得香还不升糖。1到几块钱的洋葱，3种黄金吃法，把血管、血压、血糖这中老年人最关心的3高问题全都照顾到了。其实啊，养生真的没那么复杂，也没那么昂贵，不需要吃什么添加的补品，也不需要去信那些玄之又玄的偏方，把1日3餐吃对了，把菜市场里最普通的食材发挥出最大的价值，就是最好的养生。咱们讲究药食同源，老祖宗的智慧早就把健康的密码藏在了1日3餐、柴米油盐里。最后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您平时吃洋葱是生吃多还是炒着吃多？您最喜欢洋葱的哪种做法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，咱们一起交流交流，看看谁的吃法最健康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一定要点个赞，把视频收藏起来，方便以后做菜的时候翻看。更重要的是，请您动动手指，把这条视频转发给您身边的家人、朋友，特别是那些血压高、血脂高、血糖高的老伙伴们，让他们也学一学，用几块钱的洋葱守护好自己的血管健康。您的一次转发，可能就帮他们避开了一次健康危机，让大家都受益。最后，必须要给大家做一个温馨提示：食疗虽好，但它是日常调理，是辅助，绝对不能代替药物。如果您正在服用降压药、降糖药、降脂药，请一定要遵医嘱，该吃的药千万不能停，更不能擅自减药停药。洋葱是帮您锦上添花的，不是雪中送炭的灵丹妙药。科学饮食、规律作息、适度运动，保持好心情，这4样加起来，再加上医生的规范治疗，才是真正的长寿密码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血管年轻，身体硬朗，吃得香，睡得好，每天乐呵呵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